都有照相机了，为何还要画画？这其实是一个关于绘画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以前总有一些同学问过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时常问自己，直到最近这些年看的书慢慢变多以后，才终于摸到了一点答案的边缘。我觉得大卫霍克尼的人生经历是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大卫霍克尼是至今还活着的，和毕加索同一时代的绘画大师。在他成名的那个年代里，绘画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巨大冲击，整个美术界都充斥着绘画已死的论调。造成这个冲击的始作俑者并不是莫奈的印象派，也不是毕加索的立体主义，而是照相机。照相机的出现迫使大家反思，再继续像古典主义大师一样把人物画得惟妙惟肖还有什么意义呢？或者说写实绘画还有什么意义？尽管安格尔和布格罗这样的古典大师一再声称照相机就是个妖术，但这也无法改写时代的潮流。这层阴霾已经散布在绘画界的天空。当日本使团访问欧洲带来了浮世绘以后，大家才发现原来绘画也可以画得很平面。大卫霍克尼认为绘画之所以很立体，是因为欧洲人使用了透视，这是他从18世纪的一篇透视论文所做的首卷讽刺画里面得到的一个启发。这幅画描绘得很精致，但是画面透视十分混乱，没有统一的消失点。正确的透视效果应该是这样的，你可以看出画家的意图，赫加斯想要表达什么。要是不懂透视法则，你就可能犯下如图所示的这些可怕错误。不过这画吸引我的地方，恰恰是赫加斯认为犯了可怕错误的地方。我还看出这些因错误而产生的空间，即使不比他赞扬的正确空间更好，至少也是一样。于是大卫霍克尼在1975年画了一张科比的有用之时仿赫加斯。由于画面不强调光影，完全不遵守透视规则，所以画面制造了一种拼贴的扁平效果。当然，大卫霍克尼刚开始画这张画的时候是出于本能，他还没有用逻辑意识到这些，是很多年以后才想明白的。但是在1975年画完那张画以后，他的本能又驱使着他和写实决裂，后续便画了一系列各种不遵守透视规则的绘画，以此来找到绘画的存在意义。我们可以来看这些作品，这就是他那段时间画的各种没有透视效果的绘画。直到他去了一次中国的桂林，在那次旅游中，他开始回过味来，猛然意识到照相机的出现并不能全然的否定绘画的意义。照相机观看一个世界是一瞬间生成的，它是静止而孤立的记录了一个瞬间，而我们画画的时候是看一眼画一笔，整个图像的制造过程是持续生成的。我们是把这一段时间对这个对象的观察记录在了画面上。如果一定要用照相来比喻，它更像是一堆照片拼贴的结果。受此启发，大卫霍克尼创造了一系列拼贴照片的艺术，以此来反对照片对绘画的否定，从而引导人们真正的去思考我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这段时间，大卫霍克尼用拍立得照片做了大约150件拼贴作品，他不停地制作，直到自己穷尽了一切想法。他把这些照片在纽约展出，这个展览的名字就叫用照相机画画。我们可以看看他这些拼贴作品，基本上就是把同一个对象、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所照出来的照片合成在了一起。这一段时间的创作使得他重新理解了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含义。毕加索的这些画，如果你仔细的看，就会发现其实就是把一个人不同角度的五官粘贴在了一起，并且以一种去除光影的平面化方式来表现。传统写实绘画的观看之道就像透过一个钥匙孔去偷窥一样，你是在某一个镜子的画面去看的。这一点和中国横向卷轴绘画普及之前的挂轴式绘画有点像。大卫霍克尼认为毕加索真正重要的一个价值是他把真实和现实做了区分，并且把这变成了两组对立的概念。写实绘画画的那个像是一种现实，古典主义的那种写实并不够真实。注意，恰恰不是他们太真实，而是不够真实。正如他前面的照片实验所言，真实的观察应该是持续生成的过程。所以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一般人认为照片是完美的生活记录，实际上照片是终极意义上的文艺复兴式的绘画，它是文艺复兴透视理论的机械形式，是15世纪意大利人发明的灭点的终极形式。由此他重新定义现代主义的开端，他认为其真正意义是将视线从欧洲的绘画转向欧洲之外，找到了重新观看世界的方法，比如中国的观看之道。大卫霍克尼说，他第一次见到中国剪头画的时候深为所动，跪在地上观看绘画长达4小时，
如果我们仔细看中国的卷轴画，就会意识到从元朝开始，中国文人就擅长于把不同画面的结果拼接在同一个画面之中，并且制造一种运动的观察视觉。赵孟俯这张作品就是典范代表。以上内容都来自于大卫霍克尼的自传书籍《我的观看之道》，这些想法和体验都是他20多年前的内容了。近些年，他重新回到了手绘的怀抱，又重新开始用笔画画了。在世界各地都举办了大卫霍克尼这些新的作品展览。他开始像印象派一样，在一些相似的地点反复描绘不同时节的效果，不过大多时候是用黑白效果来画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静静地欣赏一下这一系列的绘画。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展示了，发自内心的觉得画得真好，和中国元朝的水墨文人山水画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来对比一下黄公望和倪瓒，就能发现大卫霍克尼的底蕴和趣味。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转变，是因为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文人画的精髓笔墨。这是什么意思呢？回到大卫霍克尼之前的逻辑里，当他意识到了绘画是一个持续生成的过程以后，其实就相当于把绘画的意义从结果变成了过程。结果是给别人看的，过程是给自己看的。一旦我们顺着这个脉络去思考，就会意识到，在当今各种艺术的冲击下，绘画的真正含义是在于将自己的体验观察的这段过程保留下来。而这正是中国书法界早已探索出来的观念。在唐朝的时候，书法就慢慢脱离写实的目的，不再以写清楚这是什么字为首要任务，而是把它变成了一种展现个人气质的工具，明确提出了字为心画的概念。所以像怀素、张旭这样的狂草大师能够登堂入室，为各种文人志士所认可，连李白也专门写诗歌歌颂他们。书法家们看的根本不是这个字最后的结果，而是在这个结果中反推了背后这个作者当时的状态，他认可的不是这个字，而是背后那个人。这样的观念在元朝以后被赵孟俯正式运用在绘画中，所以中国绘画准确来说不是画出来的，是写出来的。这样的理念在明清时达到巅峰，很多人可能能够欣赏八大山人和齐白石这种大写意的绘画，却未必能够欣赏清初四王的绘画。其实清初四王恰恰是前两者所崇拜的对象，因为他们的笔墨控制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境界。正如王继谦所言，没有人能够在这么密集的程度上把笔墨控制得这么好。这种文人画你需要放大从局部看，这才是正确的切入方式。我们要去感受笔墨，而不是看它的构图。所以王继谦说，中国绘画很早就进入到了笔墨的抽象，而西方绘画进入的是形式的抽象。这恰恰是大卫霍克尼现在正在回归的世界。画什么不重要，所以对这个东西反复画无所谓，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时刻中体验自己笔墨的变化状态。只不过由于他没有系统的学习过书法，所以他所使用的笔墨没有中国书法所需要的那么多要求，更像赵孟俯老师前选所说的，强调天真自然，在没有系统技法介入的情况下，更多的依靠自己本人的力量去展现笔触的痕迹。以上就是我对大卫霍克尼最新的观察之道的总结，希望他对于绘画的认知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更重要的是，希望我们能够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绘画艺术和写实绘画，把写实和抽象这种概念从脑海里抽出来。如果我们关注绘画的过程，其实画什么就无所谓了。重要的是，总要有一个东西能够让你沉浸其中，好让你把自己的观察和体验留在里面，展现自己真实的状态。让我们把绘画从一个交易商品的定位中脱离出来，从那个一定要有自己风格的价值观中逃离出来，让我们拥抱绘画更深刻的价值，遵循自己内心的声音。不管你喜欢哪一种风格，用力的去拥抱它就可以了。只有画自己喜欢的，你才会沉浸其中，流露出自己纯真的面目。好的，关于绘画的本质是什么的思考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赏，记得一键3连。